6季职场，6次初见，续写行业情怀，方寸初心，咫尺匠心。初入职场第6季，我们决定奔赴金融主场。意外、疾病、养老、遗产，我们需要合理利用金融工具，完成一次次风险减量，用规划守护所爱，让防控承载温度。心有所安，爱有所护。买保险就是买平安。本节目由中国平安独家冠名播出。哇，收到了一封邮件，邀请我这个初入职场的元老加入最新的一季，而我们最新一季初入职场的主题是初入职场金融季。哇，金融季！而且我收到的其实不光是这个电子邮件，同时还收到了我手里拿的这个小小的笔记本。这个笔记本呢，是好朋友们给我准备的一个金融笔记，跟着大家来好好学习。让我真的充满期待了，因为我也知道我的好兄弟文涛到时候也会在那里。至于还有哪些朋友加入，那各位就和我一起来好好期待吧。3个早早。我得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节目组的邀约，叫初入职场金融季。本人呢也是具备一定的这个专业知识的，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上这个节目给自己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概率分析啊，0.7乘以-50加0.3乘以100，0.3乘以-20加上0.7乘以100。那这个最终会得出来一个让我心算一下发动我的这个数学超能力，加起来就是8.5吧。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学习吧。回去背我的课件了。现在回学校上课喽，时间有点紧张，我正在学校恶补金融知识。更加量化了房，气。这个东西，哎呦，我需要给各位老师们准备礼物。这个是药材，第3社点子、茯苓、百合、大枣。因为我觉得这一次的录制，我们有可能会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我打算把这些养生茶带过去给大家一起喝。这样的话，在我们帮助别人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健健康康的度过每一个日子。马上要出发重返职场了，我要去准备一下，你们帮我照看一下来了。
噔噔噔噔，哇，不会是第一位到岗吧？这个门哦，哇，人身风险防控中心。由中国平安独家冠名播出的。哦，欢迎来到由中国平安独家冠名播出的《初入职场金融记》，这里是人身风险防控中心，我是 AI 智能管家，已接入中国平安快捷服务入口，可为大家提供更多元化服务与帮助，请在此等待其他4位同伴到达。OK， 那我就耐心等待一下吧。哎呀，看看我涛哥啥时候到呢？涛到哪儿了？到哪儿了？我已经到这个人身风险防控中心。哎呀，这是只知道涛哥来，还有谁在？嗨，我的妈！你好，涛。Hello， 小齐哥。我是小齐，我是小齐。Hello。看到你来，我觉得哇，这是初代职场优秀毕业生的荣誉返场。真的是，相当于是21年到现在26年，5年。5年的时间了。我的名字是孟雨桐，我现在在浙江大学就读西班牙语。有看到你们在第1届的表现，以及您的优秀表现。谢谢小齐哥。呀！哎呦！呀！你菜呀！呀！哎呀！老赵 ，Hello， 你好，我叫小梦。小九，姚星辰。哎，这小包上班啊！这小包整得这么不错。公文包好有那个意思。你这么一来，我们这一季非常国际化，你知道吗？人身风险防控中心，我们要面向国际化的朋友们去展开风险防控问题。萨瓦迪卡，萨瓦迪卡。你的中文是一直这么好吗？它是越来越好的。我只是聪明一点点而已。哎，有天赋。完全听不出来是泰国人哎。大家都说我是广西人。哦。广西。那地方有点接近了。广西的，我是广西老表。哦 ，Hello。哎呀，涛哥。哇，老师好。我叫小九。哦，小九。对，关心我小九。涛哥好。Hello。小梦。雨桐。又雨桐，咱们永远和雨桐同行。怎么样，涛哥？这个准备啥了？跟我说又来上班。好金融的一生。很职业。放心吧，我明天也是这样子，然后穿西装。来了吧？最后一位朋友。嗨。特别们好了。哎呦，哥，我先走了。我先走了。怎么那么讨厌我？我先走了。世界那么大，要去闯一闯。然后你闯到这里来了。哇！老师好。你好，初次见面。刘老师好。滚去奔驰地帕克地。滚去奔驰地帕克地。只有我会说他的泰文名字。哦，全名。哇！其实已经见的有点多了，是最近见的有点多，我前段时间才见过。对，哎呀，文涛老师你好。所以你们两位应该都是数学专业啊？对，我是数学经济，对，我是金融。所以你学的什么专业？工商。工商管理。哦，那也是相关的。对，一个北大，一个牛大，浙大，对不对？你是在哪长大的？我在妈妈怀里长大的。好，那我们现在人到齐了，走。哎呦，我的这个包好重。拿的啥呀？资料啊，什么吃的呀？你这个包才是正经八百上班的。真的。它主要起一个 OOTD 的作用。它主要是起一个时尚单品的作用。对，你这 OOTD。Excuse me。很能装好吗？哦，就像你一样，很能装是吧？哦，会客厅吧。
是吗？这有人在。老师好，哎，老师你好，大家好，老师好，老师你好，你好，小齐，您好，您好，老师您好，你好，你好，文涛，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人身风险防控中心啊。好的，老师。大家好，我是中国平安保险康养顾问林斌，也是人身风险防控中心金融专家团的一员。2015年的11月19号加入了保险行业，获得了非常多行业的荣誉。做任何顾问式的工作一定要标准化、流程化、数据化、可视化。做计划并不能改变风险发生的概率，但可以更大限度地防止我们的生活被改变。大家有注意到我们这个区域是一块盾牌吗？哦，哎，是的。这其实也是人身风险防控中心的设计初心，希望大家的加入能为这个盾牌筑牢层层防线。而我也会站在行业视角，为在座的各位提供金融专业支持。这里有一封信啊，是节目组交给小齐的哈。好。初入职场是一场持续6年、温暖而真诚的双向奔赴，也是一段与所有参与者共同书写、彼此见证的记忆。你们每个人都是故事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齐思君，你是以真诚的观察和温暖的共情，陪伴无数职场新人走过迷茫与成长的5季元老。感谢你今天为这本书特意归来，添上了独属于本季的这一页的温柔。谢谢，前辈。孟雨桐，第1季的你带着青涩勇气迈入职场大门，如今以成长为独当一面的职场女性，这一次是充满故事感的原点回归。哇，谢谢。文涛，你的冷静分析与策略洞察，让我们看到理性光芒在职场中的璀璨价值。这个辩题关键键在我们怎么定义能不能补回来这个事情。我之前做金融的，那你说有这种银行的负债没有还清之前，它都不叫完全的补回来。我们相信，这正是我们探寻人生风险时最需要的那束光。哇！高星辰啊，不是我，不是我。不对啊，不，哎，是你的事情啊，行啊。高星辰，中医季里看到你对陌生领域的好奇和敬畏。老师，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我这里是粉嫩的，但是这里是黄的。我听说我脾胃不好。这一次，我们想和你一起探讨如何给你跨越山海来追梦的勇气加一份兜底的保障。谢谢。刘璋，从热爱到专业，又以学生姿态重新出发，在每一次职业赛道选择中，总有从头再来的勇气。你代表着许多敢闯敢试的年轻职场人。这一次，我们想邀请你们完成一场特别的身份蜕变。从曾经的陪伴者、助力者、共鸣者，正式成为局中人，以风控代理人的身份深入职场，联合金融专家团助力委托人做好人生风险防控，心有所安，爱有所护，初入职场金融季。哇！心有所安，爱有所护，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对，这是我们今天一走进中心的时候看到的这个墙上的大字。所以这个风控代理人，他究竟是要干什么？在接下来3个月里面，会接触到不同类型的委托人。那未来的委托人是很真实的一些案例啊，需要你们通过沟通挖掘，梳理他们人生的风险点。我们金融专家团也会从行业的角度出发，给到在座的各位一些专业的建议。我们未来可以一起合力，为我们的委托人做好他们的风险防控，完成他们每一个人的个人风险减量建议。好，哇！
那今天也会跟大家一起去做很多入职的培训。那刚刚我相信大家前厅已经都接到了任务，欢迎各位来到人生风险防控中心。数据显示，人生存续周期内不可控风险事件发生概率为87.3%。但真正的安全不在于规避所有风险，而在于清晰的看见、智慧的理解、从容的面对。人生风险防控中心不制造焦虑，致力于搭建一座认知的桥梁，把无形的风险转化为可识别的课题。接下来需要评估你们的风险防控能力。还有考试吗？考试啊！假定你是一位生活在2线城市的职场新人，请根据岗位工资明细与年支出结构制定新的财务规划。2线城，总收入9万2，按年收入算吧。我们可以看看他每天平均每个花多少。这个餐饮美食是不是算高啊？平均一天74块，就是75块钱，有点高吧？稍微有点高。他不是新媒体运营吗？他是做探店的。但是我真的觉得75块的话，我是觉得能省一点点，而且公司饭应该很便宜才对。他们有什么欠债什么的？借贷还款1万6，消费贷。我个人觉得交通是不是有点高？感觉就是不要打车就好。你们就给我呈现一下你们对刚刚的这一个财务规划做了哪些调整。那我来吧，文涛来，我可以就是根据它的整个的，这个财务的结构，然后给它重新去，规划一下，无论是开源还是节流，它能够把自己的最终的年结余能够控制在2万块钱左右。首先是我注意到它有一个这个借贷还款，其实这个地方没有说得很清楚，因为它有房租，然后又有平时的交通出行的费用。占比是不小的，所以这个借贷肯定不是车贷、房贷嘛。那其实我觉得大概率可能是有一些超前消费的这种，无论是消费贷啊还是什么，会很高的一个利息的成本嘛。那这个地方是可以去优化的。后期一定是要把这部分全部减掉的，但现阶段可能只能通过一些，比如说置换银行的一些稍微低息一点的消费贷，然后在它让它在这些利息的层面上可能能够减少一些，比如说减少个2000元，我觉得是能够实现的。餐饮这块要保证它生活的质量的前提下嘛，我觉得餐饮可以，如果按50元一天来算，其实是差不多的。那1个月1500，一年1万8，偶尔去吃顿好的，我觉得怎么着2万块钱能够解决，从2万7减到2万，那年能够省下来7000块钱左右吧。购物这块也是。1万2，我觉得可以大概能够减到7000。房租这块是刚性支出，这个可能没办法去动。然后交通这块就是他1个月花了可能有800块钱左右吧，一天确实比较贵。优化一下这个的话，我觉得可能在交通这块也可以能够省下来2000块钱，可能他在整体的支出这块就能够省下16000。那再加上他本来的年结余，这样大概就是能够克扣出来2万块钱左右。Oh my god！ 然后我根据这2万块钱给他做了一个理财的一个规划。资产配置这块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不可能三角，就是高流动性、低风险和稳健收益是不可能3个都实现的。我们只能保有这个不可能三角里面的2点，比如说我要稳健收益和低风险的情况下，我就可能要牺牲一定我的流动性，那就可能要把钱投在我的保险里面。如果是2万元，大概就是15%左右的预算投入到保险这块，然后保险因为是可以用到杠杆去给它抵御这些风险点。另外剩下的可能大概18000元，20%，这个放在货币基金里面吧，就是可以随时取用的。然后大概有50%左右可以投入一些稍微流动性没那么好，但是比较稳健、比较平衡的，比如说国债啊，或者是中短债基金这样的，全年在3%到4%左右的一个收益吧。哇呀！剩下可能还有30%左右买一些比较被动型的一些指数基金，宽基指数，这种就属于高收益和高流动性同时出现的，那可能会有一些波动性，但是从长期来讲的话，可能能够做到有一个不错的收益。这书应该有掌声吧？
感觉像在听财务老师在给我们做分析了，对不对？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他要相信一个时间的复利的这个力量，然后就是如果想要去进行投资的话，那就是要坚持，然后持之以恒。然后另外就是他的前面所说的一些开源节流，重点就是你有了足够的这个结余的资金去做这些事情，这样才能够让自己的一个财务状况进入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循环。哇！还是很细致的。在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案例的时候，我也会比较关注的是这个消费贷款、借贷还款的这一个问题啊，给出了一个很好的叫金融不可能三角。这一点也可以去做点科普，高流动性、稳健收益跟高安全性，对，所以最多只能获得2者。刚刚文涛也给出来了，就是我们在考量这个配置的时候要有合理的心态，包括最后给出了235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啊，比如说20%放货基，30%放宽基指数，然后再到50%放在固收加。如果在正确的这种指导之下，这部分的基金是可以长期持有，我们叫做持续的定投，然后获得这个本金的积累。刚刚文涛从逻辑的角度和财务思维的角度来给到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接下来呢，也想给大家上一个难度啊。我们在生活当中难免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风险意外发生，就比如说在刚刚案例中的人，如果他出现了亲情风险的话，我们又该如何进行风险财务规划呢？这里有道题目：入职后被要求每个月往家里寄500块钱的生活费，年底母亲来电，让我拿2万块钱给哥哥补理财，我有底气选择拒绝吗？彩礼。哦，彩礼 ，sorry， 彩礼。我个人我的观点是能拒绝。我觉得哥哥应该有一定的自己的责任或者负责他的事情，希望你可以先考虑保证你的生活质量和各个未来的风险。话说回来，往家里寄500块钱，如果在你能承受这500块钱的生活费的话，我建议是寄回去的。因为我看了他2025年的支出结构，我觉得有很多地方是能够去降低的。第一个是换交通的方式，用公交车，然后第二个呢，饮食，因为我前一段时间也刚被科普到有红包这件事情。然后娱乐的话，在国内我也了解到了一些，譬如说什么积分兑换啊，然后还有支付平台把钱转进去，然后得到一些利息的，譬如说某宝。太有生活了，这日子你是过进去了。我觉得小九还是给出了理性的一种建议，思维是很活跃的。道德绑架呀，我如果说你要绑架他道德绑架啊，如果是我弟弟跟我要钱，我可能考虑一下；哥哥跟我要钱，那我真的就是觉得你自己还没准备好。其实不太有补充，我觉得我本身配置的这个保险，它本身是有预防这个的风险的。我可以先说一下，我根据它这个支出结构，我去计算出来的我设定的一个目标。我年收入大概10万左右，为我自己去配置一份增额终身寿，最高可以领20万，保费是600一个月，就是万一我出什么事情，我的钱都可以给到家人。对，看得出来刘章啊，对保险是考虑的非常非常全面的，很大的概率可以让他不受这种风险侵蚀。我觉得还是可以从开源的角度上去考虑的。比如说，它是新媒体运营的话，短期策略它就是开一些平台课程啊，比如说它卖一些什么 PPT 素材包，然后海报素材包啊，然后运营资料大全，它可以卖29.9块一个人。下班之后啊，当一些自由的撰稿人，帮助大家剪视频啊，它这样短期其实也可以赚到1到3千块钱。长期上是因为我看到他的绩效工资是比他的基础工资还要高的，所以证明这个新媒体运营的行业它其实是有很高的奖金和项目的空间，所以我可以在这上面去下点功夫，去多多的考证啊，比如说什么巨量广告啊，什么商务啊，然后什么广告营销证书啊。成功的开源的话，每个月我觉得也可以稳定下来有2到3千的增长。
所以我觉得可以从这个角度上去建议和考虑它。小梦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思考方式啊。我觉得可能跟小梦本身也在做自媒体的运营有很大的关系，很精准的找到了他本身的职业背景，从他本身的技能圈就能去扩展他自己的一个业务来源，增加自己的收入管道，考虑的更多的是开源的策略。说到省钱，我还有一招，站在心理的角度呢，有很多的那种及时满足的陷阱啊。大家喝奶茶，连喝5天不如一周也喝个2、3天，剩下的公司的那种福利啊，就是那个茶水间的能用的茶包啊、咖啡啊，然后小吃啊，该用的咱就用。与此同时，你可以设立一个冲动消费的一个冷静期。你先加入到购物车当中去，然后等3天的时候，你再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需要的，同时避免大家在夜晚登入到这些购物网站，因为研究表明，大家在夜晚的冲动消费的这个几率是远远高于白天的。小齐给到的是更加细致的一种生活指南，大家可能觉得每一天喝一杯咖啡就20-30块钱不多。但1个月下来是小1000了，1年下来的话，可能就是1万多。对，所以在拿铁因子这一块是掉进我们这个日常的这种瘾的这个陷阱，可以去节流，不节流何来本金去做增值的事情呢？是的，所以节流策略很好。很感谢在座的各位给出了这些意见。好，谢谢。当然，刚刚我们去假设的所有的问题啊，其实它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其实你会发现呢，我们给别人任何的财务建议也好，人生建议也好，它不是基于一堆冰冷的数字，其实本身我们还需要洞悉人性。基于人性，我们发起这一系列理性的逻辑的一个判断，最终再提供这个方案，其实是一堂关乎每一个人都去必修的课程。风控代理人的角色可能更偏向于综合性的一个财务顾问的这样一个角色，需要具备金融领域的专业的知识，然后以及怎么样去运用在实际的委托人身上，同时也更考验和委托人的沟通的能力，以及对于他的需求的一个识别的一个能力，自己又重新再入职场，就觉得也是一个新的挑战。代理人这个词是很伟大的，尤其是你的责任挂在别人身上，这个压力就翻倍。所以我尽的可能展示我现在有的所有的知识。我是最真诚、最努力的新入职场的风控代理人。我对这个行业很敬畏的，所以我想要更加专业。对我来说，能够学习到这些不同类型的金融工具，去提前规避到生活里面人生的风险，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所以会好好学习。买保险就是买平安。本节目由中国平安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宽屏宝美看好又好看的蔡司泽瑞眼镜赞助播出。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签名照、入场券等超级权益。接下来呢，我就带大家转一转我们人身风险防控中心。这里就是我们的会客厅。我们在第一次接触委托人的时候，就会在这里来做一些基本的梳理。这里是我们的洽谈室啊。这个洽谈室的话呢，我们做的相对比较居家一些，其实会让我们的委托人来到这里有家的感觉，不会那么严肃，然后尽量的可以通过他们关心的人跟事儿找到他们的风险点啊。当然，这里还有一个私密洽谈室。我们很多的委托人其实有很多隐私的事情不想在公开区域被听见，所以这里面隔音性极好。VIP。接下来我们也可以参观一下我的专家办公室。大家在任何的委托人沟通过程当中遇到疑问，都可以到专家办公室来找到我，随时给大家提供专业支持。好，我们移步到右边，代理人活动区也是我们所谓的职场，这就是大家接下来要并肩作战的地方了。早上会在这里一起开会，集大家的智慧来给我们的委托人解决问题，可以对他们的风险点跟共性做梳理，有白板给你们做案例分析。这边是文件区和这些工具区，这里呢也给我们每一位风控代理人准备了专用的电脑，我们本身还是有非常多的文案工作要去做的，然后也给你们每个人配了金融知识大全。
以供大家去参考。我们真的入职了。Yes， 是的，初入职场了要，好齐全啊！救命！这边是什么？这边是我最爱的这个茶饮区。太有代入感了，这是我的办公桌。小初，你接入的中国平安快捷服务可以帮我干什么呀？中国平安快捷服务是将平安旗下寿险、产险、银行、医疗健康、养老等多条业务线与服务能力统一整合的服务入口。通过一句话能办事的快捷服务，一站式享受 AI 驱动的能交易、能理赔、能救急、能融资的便捷体验。那我想问一下，我最近打篮球有点肌肉拉伤，该怎么样缓解呢：1休息，2冰敷，3加压包扎。如果活动受限，建议及时就医。我会回去试一下你给我的建议。好呀，如果你还需要我的帮助，可以在平安旗下的 APP， 如平安金管家、平安口袋银行或者平安好车主上的快捷服务，可以一键唤起我哦。上班了。我们现在要开始办公了吗？你是几年的呀，文涛？我94，我俩一样。俩94，399。啊，你们都99？对。你们有3个 ENFJ。我 ENFJ。我是 ENFJ。我也是 ENFJ。天哪！哦，这样的。ENFJ， 对。好可怕，小的可怕。你现在是啥？我去年年底测了一下 ENFJ。哦，这样的。你也 ENFJ？哦。他们4个 ENFJ， 那就4个艺人加对玩具，艺人的玩具。老师是什么？我吗？我是 INTJ。哦，对，其实跟文涛是有点类似，就是 J 跟 P 的一个差别。就我一个 P 人，全是 J 人在座的。不同的个性其实面对委托人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优势的啊。首先，我也想先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啊：成为风控代理人，在座的各位，你们认为自己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优势，最大的优势，我认为几个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啊。第一个，一定要设身处地的为我们的委托人设想，就不是考虑我需要完成多少的业绩。明白。第二个是要有强大的责任心，毕竟委托人是把事情交给了我们，我们需要站在他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你们先认真思考一下，待会儿再给我答案呢。你怎么还有手势？这是我的优势，就是可以给客户跳个舞。OK， 有写完的。那我来吧。我觉得我的优点就是喜欢帮别人的忙，我特别喜欢帮别人忙，然后我喜欢站在他人的角度为他人做规划。我觉得我对一些细节的洞察力还可以，就是我比较容易发现这个生活中的一些风险，然后我对风险的容忍度也比较低，擅长跟数字打交道，拥有一定的金融常识，最重要是我拥有一个学习新鲜事物的习惯。就比如说这个书我已经看完了。OK， 好厉害，厉害。刘璋是纽约大学数学与经济学的双专业啊，对数字啊、数学相对也比较敏感。就刚刚我们做的第一个的模型也看得出来，我觉得是作为风控代理人非常重要的优势。那我们下一位，好，我来。我是从咱们职场出来到董总身边真实的职场，再重新回到咱们职场新人席的人。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身上有2个比较重要的经历，一个是在董总身边工作2年的经历，一个是我在浙江大学主可真学院创新与创业管理强化班这样一个学习的经历。一方面是软技能，一方面是硬技能，它会辅助我增加一些对商业上的认知，包括对客户需求的洞察，然后积累的一些整合资源的经验。希望我可以通过我真诚的学习还有服务，能够帮助我的委托人。那我如果能帮他们
哪怕完成一点点他们风险的防控，我也会觉得非常开心。我可以完成好这份工作，有信心完成这个挑战。我看你们仨频频点头，3个 ENFJ， 是不是对于那种我帮到别人就很快乐的感觉？是。好的，老师，刚刚呢，我总结下来，我觉得我个人是拥有了这些优势的几个点，不是我自恋啊，我先说一下，但是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是有这些，挺自恋的。Yeah， 我也觉得。好，第一个呢，我大学的时候是三仓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我觉得是重要且实用的一个优势。第二个点呢，共情能力比较强，但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稳定且不会被外界的声音或者情绪左右的一个人，做事情很热情。我平时都是那种都会把100%万的努力去学每一件事情。像小梦说的一样，我会用最真实的、最真诚的状态和自己去对待每个人。然后最后呢，因为之前我听说一句古话，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特别相信，就是有一天，因为我不断的学习，我也会变得跟老师一样厉害、优秀这样子的。你能共情，但又不乱了自己内心的方阵，这个是我们作为专业人士特别需要的一个特质。那接下来，小齐，这个的确说自己优势这件事情还蛮尴尬的，我知道。对，所以我就选择由 AI 帮我一起来分析。好，由 AI 帮我分析。首先对于风控代理人这个角色，他不是单纯的观察者或引导者。结合我多年的专业积累和成长沉淀心路历程，首先是跨界适配。风控的核心的要义是敏锐的感知风险，构建逻辑闭环，高效沟通协同，坚守合规底线。这4个点和我原本的主持人的职业属性会有着一些契合性和适配性，而与此同时呢，较强的适应能力和快速学习能力，高效的沟通力和共情力也是我原本的职业优势。因为我原本是从不同的节目类型当中进行探索，就我们那个初入职场来说，在上一季的时候，我们从中医季其实学习到了对于当下健康管理，再往前的机长季，让我对于机长的整个的培训模式以及中国航天业的发展，其实都会有更多的了解。法医季当中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生老病死这件事情，这当中涉及到了很多我未曾接触过的死亡教育，而从死亡教育引申到我如何能够确保我生活当中一旦意外来临的时候，我能够有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些其实都是在这些节目当中不断来树立起来的。所以我带着这样的一份学习的心态，我来了第3点，就是共情自愈，以真诚传递风控的温度和力量。我经历过职业的迷茫和瓶颈，也经历过心理的困境和自愈。这份独特的心路沉淀让我变得通透、真诚，同时有同理心，也让我更温暖、更务实的方式传递成长力量。最后，在金融行业的道路上稳步前行，不负韶华，不负初心。谢谢各位。祝文档部分内容可能由 AI 生成，谢谢。那我们今天还有文涛跟在座的4位相对来说在模型上不太一样，对，唯一的 I 人。我跟文涛是有很多类似之处的啊。我个人案例来看 ，I 人也很适合做风控代理人，优势点完全不一样。我们听听文涛怎么分析自己的优势点。其实我觉得 I 人更适合当风控。我觉得我的优势在于，一是我有就是可能金融专业的背景嘛，本科是金融专业，然后同时我又双修了数学的双学位，所以可能对数字来讲也比较敏感。第2点是我有4年多的在金融行业里面的实际的从业经验，而且我们其实本身的工作自己就要有风控的意识。那个时候自己做的一些项目，其实也有过一些真实的处理风险案例的经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能够更加的去提高自己对于风险的一些防范、梳理和意识吧。然后也是能够去更加的理性，然后谨慎的去对待所有的这种项目。然后从我自己本身性格来讲，我是比较理性，然后重逻辑的。我觉得这些东西在
真正的就是风险面前，可能需要更客观的去梳理好它的风险点，这个可能是我的优势吧。对，可能大家会觉得金融本身是一个冰冷的数字嘛，但我觉得就是其实它在冰冷之后是理性，然后逻辑本身它是有温度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优势。以上5位风控代理人的优势我们就总结完了。文涛和刘璋有很强的金融知识储备，孟雨桐的话，现在他在做自媒体的运营，有更好的执行能力，因为有过做助理的经验，所以有更好的全局观。小七有多年的主持经验，他有非常好的理解能力，可以更好的了解到对方心中所思所考是什么东西。那小九的话呢？他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思维的话，也可以很好的打开客户的话匣子，瞬间的减弱他们之间的一个距离感，对于取得客户的信任特别有帮助。5位分别有自己的亮点和优势。那刚才你们都定义了自己的优势哈，作为风控代理人，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放大自己的优势，并且用这些优势帮助他人，未雨绸缪。在我们接下来正式对话有真实诉求的这些委托人之前呢，请大家先做一次关键的自我梳理，把自己当成第一委托人。通过去思考自己的风险点的一个方式，能够让我们在后面去面对委托人的时候，更能去带入到他的角色里面去思考，会更有条理的去跟委托人去进行交流，然后帮助他识别出自己的真正的诉求。我自己清楚我自己有什么风险点，那我可能更能站在对方的角度帮助他去梳理，是一个很好的入门的方式。你就是让我理解了这个过程，或者说真实的一个风险代理人他的工作场景是什么样子的。现在呢，这里还有一份关于你们的风险点的一个考量。天哪！好，所以这里面它提供了一个特殊答卷呢，来自你们身边最亲近的人的考察和观察。你曾经历过的最大风险，你们很意外，对不对？好好奇啊！偷偷联系了谁呀？你怎么这么紧张？我好紧张，因为我的朋友我不知道他说的什么话。好喜欢这种环节，好刺激啊！你们做好心理准备喽。我们今天把大家请过来，其实是你们带着神秘任务的。今天的身份我们都叫亲友团。对，是。所以呢，各自介绍一下我们是谁的亲友团。我先自我介绍，我今天是齐思君的亲友团。我是他的亲友团的原因是，他是现任的主持人，我是现任的客串主持人。我干这行的确很长的时间，所以我大概知道这一行的风险、要求、压力、隐藏的风险到底是啥。小七其实大家身边的朋友都对他非常的认可，觉得他就是能力也好，性格也好，对朋友也很真诚。是。我叫博远，我是小九高清晨的亲友团，很少叫他全名，因为我跟小九还有刘璋，我们以前是一个限定团体叫 Into One， 所以对彼此了解非常多。因为是同样的职业，又是同样的一个团体的队友，所以呢，对他有相对比较多的了解，所以成为他的亲友团。我是刘璋的妈妈，今天就是接到这个任务就非常的高兴啊，因为刘璋跟博远是好队友、好朋友，他们平时工作也挺忙的。虽然我作为他的妈妈，但是平时能够见到他的机会也不是特别的多，所以这一次有机会能够认识大家，然后又有机会能够见到他，我很开心。大家好，我呢是孟雨桐的发小兼闺蜜，然后我们两个已经认识了15年了，我们是从初一就在一起，几乎是见证了彼此人生中所有重要的时刻。今天其实作为他的朋友，我觉得就是我可能了解的不只是屏幕前的他，了解他的性格，他的一个成长经历，所以我觉得可能给一个更加全面的一个视角来看的他很多的风险点吧。小何，你今天是谁的亲友？我是那个文涛的亲友团。对，大家好。
我们有相似的经历吧，就是文涛也是毕业了之后先在北京工作，然后一起录了很多的节目，有一些一起玩游戏的，然后一起出去旅行的，所以呢，对于他其实非常的了解。他这个人很有意思，也很有特点，就是他当年是那个青海省的理科状元，所以他会给人一种就是非常要强的感觉。这样优秀的人会不会有一些可能特别的风险需要注意啊？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对，我也好奇，是吧？对，我们既然今天呢是所有的5位代理人的亲友团，那我们其实是需要在风控的时候有专家支持的。来，专家支持出现了，隋文文，大家好。在这个行业总体一共做了17年，3好5星总会长。真正的安全感不是相信风险不会来，而是确信自己早已做好了准备。隋老师好。我们会觉得大众化的家庭，它更是需要一些风险的规划跟梳理，他们不知道如何去配置。就很多的家庭，其实他的就是抗风险能力特别差。对，然后呢，他花钱地方又特别多。对，开销很多。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一件事儿哈，我们做一个为他们梳理曾经历过的最大风险。就是这件事儿呢，我们可能对自己都没有这么认真的梳理过。每个人可能都觉得说未来不确定，但是这个不确定里面，到底跟我们今天要代表的亲友跟他的关联是什么？会不会他们曾经经历的事，导致他们未来会陷入困境？他们现在还不知道你们的到来。为了怕你们的字迹被他们认出来，所以我一个人写。好的。我们周围习以为常的一切，对于他来说，其实是每天都在吸收学习的过程，见过他崩溃。对于事业的发展啊、精神的压力啊，这些我会全方位的担心他。这个舆论出现了这种2极分化的一个状态，他不能够，比如说经常熬夜。他其实是心理上需要关注的那地方。好，我们现在差不多把风险都列出来了。我们先看看他们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的风险。好呀。就自己的视角和别人的视角有的时候会不一样。对。你知道要强的人就会撑在那儿说：“哦，没事儿啊。”没有啊，都是可控的。没有解决不了的。对，我们看看他们会怎么说。谁想先看自己的风险点是什么？好，马上来了。哦，刺激，好刺激啊！那我来吧，打头阵。OK， 那刘璋，你猜猜看，有谁很可能会参与到这次给你的一个风险点的考察？你妈妈？我妈应该不是我妈。他猜不到。博远，远哥吗？有可能。那你觉得有可能这里面写到的风险点是什么东西呢？身体。吃太多啊，就是饮食方面花特别多的钱，这个是真的。恩格尔系数非常之夸张。我们揭秘了好不好 ？Let's go。我们注意观察他的表情。你将来怎么办？将来怎么办？这么形而上的一个概念吗？我以为是一个，我以为是具体的事情。懵了，好单一化感觉，懵了。你将来怎么办？曾经对于未来产生过这种。因为我虽然是一个很爱做计划的人，但是我的生命中所有这个重要转折点都不是我自己主动去做的，非常意外的。爸爸妈妈不太像啊，我妈应该问不出这个话来。没有猜到是妈妈。这一句话的话，他还不一定能猜出来。因为你未来怎么办？从妈妈嘴里说出来是担心，写在黑板上是否定。
对，对，我就是这个心理，就是他会说是谁呀？所以他有崩掉过的或者暴露风险的时刻。刘璋其实他从小他就是一个情绪相对稳定的小孩。首先我非常的感恩，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爱妈妈和孝顺妈妈的孩子。他知道妈妈看到他什么样子，妈妈会觉得欣慰和安全，所以他会在妈妈的面前尽量的把他的那一面表现给我看。他的那点小心思，我也是能够理解的。他报喜不报忧啊。对，但是真正的就像刚刚博远说的，他们都是要强的孩子，又自尊心特别的高。他在外面遇到很多的事情，他不会回来跟爸爸妈妈诉苦的，就是都是自己就用别的方式，用他们自己幼小的年龄能够想到的方式，就自己消化掉了。对。因为刘璋他跟博远还有一点点区别，他是突然进行了一个人生的大转弯，包括职业的选择，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点。他以前都学数学的，然后从来没有想过要往演艺方向走，对，所以对这一点还是有点担心。因为毕竟你作为一个创作者，将来就是在创作方面的灵感啊，或者是说健康啊、事业的发展啊、精神的压力啊，这些我会全方位的担心他。只是呢，我不知道他具体的那个点，他那个状态我是看不到的，但是我能想象到一定是有的。对我来说的话，我不太担心这个。因为对未来的规划这个事情呢，对艺人来讲是一个有点奢侈的事情，而且本身，我们要走一步看一步，这是我这几年学到的东西，就是你没有办法预料到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做好当下该做的事情。所以其实你担心的还不光是当下，其实更多的是未来，比如他的身体是不是能一直吃得消，他的职业能不能顺利，他的精神状态。在这么高压又要对你报喜不报忧的情况底下，能不能撑得住？你更多的在考虑未来。是的，是的。因为平时我其实为了让他不要有焦虑情绪，我没有跟他表达过。对，我们私底下我没有跟他表达过这个。所以你看，你们俩是像的，他报喜不报忧，你的担忧也不说出来的。我妈应该问不出这个话来。对，你们非常的亲密，但是彼此都把自己的那个担忧藏心里的，所以他此刻的理解变成了叫做一个爱规划的人处在一个非常不确定性的行业里。你将来怎么办？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二中午12点双更会员抢先看。打开芒果 TV， 搜索芒果勋章馆，完成初入职场勋章任务，解锁多枚专属限定勋章。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来，下一位我们看看。哇！抢起来了，迫不及待，抢起来了。我们小九啊，一个人在异国打拼。一个人撑所有。博远出来吧。博远，父亲。你的角色在团里是父亲吗？不是大哥吗？就是我会察言观色，他们的状态跟前2年不太对，我就问一下，问你咋了？小九，我见过他崩溃。我见过他崩溃。那个时候，发生在我们INTO1训练的基地排练间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团2年的，这个活动准则、工作准则是以团为主体，因为我们只限定2年。可能小九在团体活动比较频繁的时候，也因为团体活动而被规避掉了自己的个人活动。明白。排练也太累了，然后在训练基地1楼休息的时候，突然他嚎啕大哭，就那个时候就我跟他2个人。他哭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组织了吗？不是，他那个时候严格来说，在中国生活也才1年半都不到吧，1年左右。
我们周围习以为常的一切，对于他来说，其实是每天都在吸收学习的过程的同时，还要面对着这样的压力，他还要去适应，有可能我们说的话，我以为他听得懂，搞不好他其实没有完全听懂的这种生存压力。我想问，为什么你们一直加那个22？哦，麦片儿，麦片。别句一个哈，是什么意思啊？怎么一个词儿这么难呢？平时我是那种嘻嘻哈哈的一个人哈，但其实我是一个很敏感的。哦，我突然懂，我脑子里出现你们玩过那种积木，就是那个积木摞在一起，底下抽一块，不让上面倒的那种吗？玩过。就如果我们底下支撑多的人，你可能抽2块没事儿，它上面不倒。但是那一刻，其实对于小九来说，抽掉的包括体力上的，时间休息上，再加上他可能个人活动，他准备了很多，所以就那一刻他会啪就那个积木就倒。对，所以他的风险就给我感觉，在异国他乡的这种工作状态下，情感支撑只能靠他自己去梳理。我都脑子里出画面了，对，因为那天把我吓到了，突然崩溃。它会引发你同时感同身受。会，因为有时候我也会回忆，对哦，如果是我可能在休假的时候，我还可以飞回家，在妈妈爸爸旁边待一待，可能会好很多。明白。对，对于他来说，这个可能是需要一点更长的时间去完成的，得到家庭情感支撑的。所以在中国打拼的他，情感支撑这个问题，其实对他来说，我觉得风险蛮大的。再加上独居，就本身就是需要一个很强烈情感支撑的状态。因为这个事情也是5、6年以来一直遇到的一个问题，大家口中所说，我怎么办？一个人怎么办？但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有规划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风险，它不是我的风险。就是你不认可存在的这个风险，对不对？它不存在，因为我觉得我的学习且目标是以足够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的。他一个人可以撑得起所有。其实内心是非常强大。刚刚我们讲到了自己个人的优势的话，有没有可能会减轻这一个风险带来的后果？什么老师？终于暴露了是个外国人。OK， 刚刚我们不是梳理了自己个人的优势吗？那些优点能不能帮助你去降低这种风险？我觉得有。我想让大家就不用担心，是因为我觉得我身边的人，所有人都在帮助我，不管是朋友们也好，各位老师们也好。其实我不是一个人撑所有，请大家不要担心。哇。其实有很多人呢，成为你的支撑点。是的，也是你最强的后盾。是的。他对放在自己身上的风险是认知到了，但是他一个人不可控的风险完全没有认知到。是的。那我们下一位看看哪一位？我来吧。其实我有一点害怕，我很紧张。这个有点犀利哎。从格力离职2极化评价。妈呀！出现了我最不敢看的。那你还是懂他。他最不敢看哦。我觉得雨桐大家都知道，肯定是在于他从格力离职，然后这个舆论出现了这种2极分化的一个状态，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是挺担心他的。外部评价很纷杂的时候，他崩过吗？我觉得他在我面前其实算是一种强撑的一个状态。第一次时候，他的手机就爆掉了，就是真的是各种消息如泉水一般涌过来，有媒体的电话，然后他身边的一些人的电话，然后包括我们一些好多年不联系的初高中同学，突然给他打电话发消息了。对，就是大家都问他说怎么回事？是真的吗？他看吗？所以他在我面前还是一个那种特别坚强、特别乐观的那种感觉。
然后他说没事儿，但我内心其实都有点慌了。然后我就记得当时我看到他的眼中是泛着泪花的。哦，我不知道是不是他那种情绪、那种压力，因为他可能还是选择在我面前去强撑，所以我也没有过多的去问他说，到底怎么样了呀什么的。他在我面前就是一个无所不能，任何问题他自己都可以解决的那种。但是我觉得你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是会对啊，很崩溃吧？对，崩溃一下也很正常。对。我觉得你没有想过这个就是老板写的吗？钱老板写的吗？老板写的吗？认真分辨了一下自己。你好哇！你跟我说鸡皮疙瘩起来了，真的也有可能，其实。我打破一下吧，我先澄清一下，我们关系很好，别再说了，求求你了。先这样，欢迎董女士再次来到出入。我觉得这个也是，确实是风险，就是舆情上的风险。我觉得这个事情既然提到了，我觉得我可以大大方方、坦坦荡荡的讲嘛，因为我们可能去年大概见了有4、5次左右，然后我们也会定期视频，就老板就会给我打视频过来。我记得有一次，他说他看到杭州的一个风潮搬离了城市，他就关心我是不是离开杭州了，然后我说我没有，我说大家都很好啊什么的，他就肉眼看我说。我比在5月份的时候瘦了7、8斤，让我多吃点饭，不要减肥什么的。然后我说我确实瘦了7、8斤，就他那个眼睛就跟尺一样。所以我觉得不管外界是怎么样评价的，在我心中，我一直是把他当成我非常非常重要的贵人和榜样。当然，我也觉得真的没有人可以成为第2个董明珠，但是我会在做自己、做第1个孟雨桐的路上越战越勇的。网上以前讲的说雨桐跟我这边怎么样，其实我都就是无稽之谈。因为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相处，实际上是用真诚来对待的。那雨桐对我来讲就是个孩子嘛。你到了注意一点哦，外面太冷了。来，雨桐坐我这。对，这个给你比较好吃嘛。你妈看着我吃。没有把最好吃的给了你。好的，谢谢老板。今天的人太贱了。这是猫还是狗啊？其实董总也是一个非常有格局的人。对的。他对人才的珍惜，不是因为你还有没有在格力，他是针对你这个人本身。这一点也可以让很多外界的人少担心这些事情，然后给到我们小梦更多的束缚和更健康的一个成长环境。他其实工作中和生活中还蛮反差的。他工作的就是那种很坚强的一个状态，但他生活中可能有一些困扰呀，有一些那种让他烦心的事情啊，他有的时候还是会来跟我讲一讲、聊一聊，就作为好闺蜜。说说他什么事儿烦心的。就是比如说他可能有的时候之前的一些情感经历啊，就这种女生之间聊八卦嘛，对，就这个他还是会吐露很多出来的，包括他的那个情绪也是会比较及时的跟我们去做一个分享的。他恋爱脑吗？我觉得他挺恋爱脑的。哦，他恋爱脑啊。真的。我觉得他在感情中是不太有自我主体性的一个人，他会把这个人放在更中心的一个位置。你大致判断一下，比如说有一天他要走进婚姻，你觉得他会做婚前财产公证吗？其实这是我担忧的一个点啊。因为他会觉得这件事情会不会显得我对你没有那么信任，他会觉得显得我是不是有点太功利啊，或者我在你面前防着你，我防着你，所以你刚才提到这个，我觉得是我一个很担心的一个点。而且这个风险非常的大。你见过的这种案例多吧？太多了，比如说上海最有名的那个案件，就是2亿的房产案，父母不幸身亡了，然后遗产留给了自己的女儿，女生接受了遗产了以后呢，男生陪她全都过户过完了，然后离开家了，3个月以后，法院的起诉信就到女生手上了。哦，就这种案例实在太多了。对，这种就是没有做婚前财产的割离。完全没有做，他不只是没有做婚前财产的割离，是父母连遗嘱公证都没有写。民法典2021年开始，如果父母留下来的遗产没有指定给到你一个人的话，它都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风控很多时候干的就是帮助我们去识别存在但是此刻意识不到的风险。
好2个哎，谁先？我们都可以。 OK， 小齐的来了。情绪问题曝光，公众形象管理难。这谁写的？这谁写的？还好。对，这个我完全没有担心过这件事情。你知道我们做主持人这个行业，特别如果是直播主持人，就是第一个你能力的确在，就是你遇到突发事件你能处理。第二件事情就是你身体真得好。咱干这活儿，对吧？对。对。所以你们看，齐思钧就是能力，我觉得这么多人竞争出来，他应该是没问题的。是的，对吧？他其实是有一些那个心理上的需要关注的那地方。是的，他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调整。小齐对于胜任感，对自己有非常高的要求。你知道，在电视台当主持人直播，也意味着极低的容错率。他要面对的是被选择、不稳定，更何况他还得对抗自己内心情绪的波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他的情绪会是我们这个职业必须的靠谱这件事情上最大的隐性的埋雷。他好在就是也没有藏这件事情，对，他是主动提起了的，所以他的情绪问题曝光，其实也存在公众形象管理难。本身我就是因为考虑到自己的公众形象和公众身份，才去推动这件事情的发展。就是因为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其实你要有一定的社会责任的担当。就是出问题的不单单是我的身体，而是我的心理。我也开始尝试进行心理咨询，我一直在寻求的是科学的解决方法和专业的人去学习、去探讨、去交流。我差不多会保持每个月有这样的一次对话或输出的经历，希望大家能够不断的去学习到这方面的内容。我会希望能够让大家多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身心健康，认真的去看一看自己，然后认真的去感受感受自己当下的状态。如果遇到负面的反馈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且你要去寻求更多次的反馈，重复是有力量的。我从很多老师身上学到的就是，你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你就要开始用你有的那些能力去帮助一些人。所以我是在努力的去推动这件事情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关注的不是我的个人，而是说关注的是情绪这件事情。这些问题都是在当它成为一个问题之前，你就可以进行管控的，你是可以进行风控的。这个是一件非常有收获的事情，所以我不会很担心，反倒是会觉得说这是我要继续去推动的一件事情。很勇敢呢。当时输出来的时候，我还跟咨询师又聊了很久，说当时也是很紧张，或收到了怎样的反馈。但是后来发现收到的反馈，大家的反馈都是好的，大大方方的。是，所以就还好。我觉得可以帮助到非常多的有情绪困扰的人，就是直面这个问题。我希望如此。但当然也可以提前做好风险管理，去降低这件事情带来的一个影响。对，当然。刚刚我们就前4个听下来的话，感觉好像他们的担心有点过多了。啥意思？我是那第5开始铺垫。哎，大家认为文涛相关的会是哪一方面的一个？我猜是身体。你看他其实知道非常清楚。身体影响工作，因为自己有那个就是有免疫相关的那个病嘛，然后也是没有办法治愈。刚知道的时候也是一时间挺难接受的。我们刚认识那会儿，然后呢，我们一起录节目，涛涛马上录完节目要赶火车回北京。然
然后后来才得知呢，是因为他只能赶那个晚上的火车，坐一晚上的火车回去之后，第二天可以赶上他那个北京的班儿，要去上班打卡。大家都知道他有这个强直的脊柱炎。我是那个4、5年前查出有强直性脊柱炎，就是一个免疫性系统疾病。强脊最担心的是不断的炎症，不断的发展，最后导致脊柱就不能弯了。所以他不能够，比如说经常熬夜，他的身体可能会吃不消。我觉得对他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而且这个风险的话是一直会伴随他未来的各种各样的选择。它的风险是不是就叫做身体影响工作？是的。时间久了之后，我觉得已经能够去跟它共存，然后也逐渐的接受了这个事情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反倒能够让自己去把注意力放在就是怎么样去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这种意义上是一件好事情。至于工作，我也很认真、很努力，所以我不觉得就是对我的工作有太大的什么样的影响，所以这个风险我觉得是可控的。但是可能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比如趁年轻，可以把什么医疗险、重疾险这些早一点去买，因为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一方面你的成本会增加，对，保费会增加，然后有些情况可能它是会拒保的，或者是有一些除外责任嘛。其实建议是早一点去把这个风险去做好管理的。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对，买不了。对，保费会贵。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说我还年轻，然后身体比较好，我暂时先不用去做这样的风控管理。他们把年轻跟身体好当做是我暂时不用去做保险计划的条件，但其实很多人都不了解。身体好跟年轻恰恰好是可以买得进保险的一个前提跟条件。核保其实还是蛮严格的。其实，在身体最好的时候，我们就去购入，获得购入资格。其实这件事情的及时性是需要很多年轻人关注的。像未雨绸缪嘛，没有雨，我先防着。然后我们回到这个风险点上啊，就文涛说，身体并没有反过头来影响工作的。我之前做金融的，所以就是可能现在选择了一个更灵活一些，然后自己能够去有更多话语权的一个工作方式。我会觉得生活状态比之前更好吧，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在自己的就是预期之内的。OK， 所以可以告诉你的亲友，其实现在比之前更好了。对，并没有影响到工作，也更关注自己的身体了，而且更关注生活品质了，可以更好的做自己。非常感谢大家真诚的分享啊！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你所经历过的风险，其实也覆盖了非常多人心中的一个担忧。其实通过亲友团的梳理，会发现，在风险上，自我的视角和别人的视角差异还是挺大的。为了能够真正的了解到自我风险，最关键是能让风险得到合理减量。你们有90分钟的时间梳理。这时间内呢，你们需要分成2组，2或者是3人1组，待会看你们的自由组合。你们可以互相协助，对对方进行风险识别，可以更好的完善你们个人的风险梳理。那在我们的金融行业呢，把这样的一个你们交流跟风险识别的过程叫做 KYC， 就是 Know Your Customer。对，我相信 KYC 最早是在银行业的时候用的最多，包括律师也用得多。如果你们要做好风险减量建议书的话，就不仅是 KYC， 还要变成 UYC， 就从 Know Your Customer 变成 Understand Your Customer。你只有理解了，我们才能做更好的管理。你们桌面上是风险减量建议书。90分钟后，你们就需要通过互相的梳理填写出来风险减量建议书当中的第一部分风险识别，找出自己目前最关心的核心风险是什么，以及它可能带来的损失跟影响是什么。在他做完了这一步之后呢，我会连同专家团对你们进行协助梳理，最终我会根据每个人的风险梳理，形成专属风险减量建议书。当然，风险减量不只是保险，它还包括了像遗嘱的应用、赠与协议的应用，还包括一些婚前财产公证等等。我们会通过不同的金融工具一起合作起来，给你们完成这个风险减量。这不仅是一次深刻的自我洞察，它更是一次实战意演，可以帮助大家未来更好的面对委托人，做方案建议。
心也不慌，让承诺凝成钢，给风险做减量。年轻的旅程通往从容的远方，青春如的爱是归航，波浪夹放安然向阳，规划为营照亮迷茫，青春作伴不负双光，让未来见证这守护的力量。当变数轻轻扣窗，时光漫过手掌，一直温柔守望，换未来晴朗。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出入职场金融季，解锁更多独家互动和幕后花絮。上微博带话题出入职场金融季发博讨论，有机会获得节目嘉宾专属回应。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上百度搜索出入职场金融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